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华语教会和本地教会到底选哪个？上一期的节目中，一位朋友留言提到华语教会和本地教会的事情。我想对于身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。虽然我在留言中已经做了回复，但是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把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说一说比较好。所以我们就打破了原本的计划，插播一期节目。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。好吧，这可能是最短的一期开场白了。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，华语教会和本地教会到底选哪个？首先，如果您是第一代移民，或者您的母语是中文，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应该是个大问题。反之呢，如果您的外语能力较强，对于双语的理解能力都 OK， 那么对于您来说这个问题就小很多。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你总是习惯于用你觉得最舒服的一种语言来了解这个世界。如果这个语言是中文，而你又恰恰觉得你所在的中文教会不理想，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困惑的一件事情。其实对于教会来说，算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因为教会不像社团或者俱乐部，在社团或者俱乐部中，如果您的外语能力一般，其实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。比如一些兴趣爱好等运动项目，好多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交流。而教会这样的讲人生谈心灵的地方，就算你的外语水平还不错，你到了当地的教会，可能也不能够马上的适应，甚至可能牧师的讲道，你都不能够完全的听懂，因为你除了外语的能力，你还需要读圣经。如果您对圣经一无所知的话，外语水平再高，你听的也是云里雾里。其实很多人都纠结于这个问题，到底是选择华语教会还是本地教会。通常来说，本地教会由于存在的时间较长，各方面的设施都比较完善，而华语教会一般时间较短，各方面的条件呢也差一些。当然，不同的地区情况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如果是华人相对比较聚集的地方，比如像加州这样的地区，仅仅南加州就有数百间大大小小的华人教会。但是呢，如果到了欧洲，华人数量就明显没有北美那么多，华人教会的数量自然也少得多。如果到了南美或者非洲，那么华人数量就更少了，华人教会更是非常的稀有。不过，即便你身在一个华人数量足够多的地区，但是如果你住的地方离华人教会比较远，那也是非常不方便的。还有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就是，即便你找到了华人教会，但却总让你觉得不舒服。林林总总的各种问题吧，你还是要面临选择是不是要去本地教会的问题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，或者说以上这些还算不上真正的大问题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真的那么渴慕吗？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
所以主要的问题还是你真的渴慕吗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真的渴慕寻求，主一定会为你开路的。不管你现在听到这些话，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，愿意去相信这些？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。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当你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一下子就会亮了。对于身居海外的想寻求神的人，来到华人教会，其实给你最大的安慰莫过于这里有一群和你说着一样语言的人，大家在一起彼此交流是没有障碍的。您是哪一年来的？您现在在做什么？生活中有哪些如意或者不如意的地方？您的小孩在哪个学校读书？您买的保险是哪一家公司的？等等等等。当然，大家同是外来的人，总会遇到相同的问题。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，你会觉得会少掉很多的麻烦。还有的就是，如果教会中午是在一起吃饭的，那么这顿午餐还是很珍贵的。出门在外，中餐馆很多都是价格偏贵，能在教会吃到合胃口的中餐实属难得。不过仅此而已。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渴慕的人，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只能算是锦上添花，绝不是雪中送炭。因为如果这间教会没有生命，你会发现即便这间教会人再多，真正能与你交通的人却寥寥无几。交通是圣经中所出现的一个词汇，交通一般不是指人与人之间这种简单的沟通。交通在希腊文中的含义是与某人共同分享某样东西，所以在英文圣经里也经常被翻译为分享。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概念就是，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交通，并不是你找到了一个和你谈得来的人，然后你们彼此之间聊得很投机。真正的交通是首先你要与神交通，也就是你是一个能够连接神的人，然后又遇到了另一个与神连接的人，你们在共同与神连接的情况下，你们彼此之间完成了交通。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太抽象，您可能不能完全的明白。有人将教会比作一挂葡萄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颗一颗的葡萄，葡萄与葡萄之间是没有直接连在一起的，而是通过枝子来连接。每一颗葡萄都通过枝子与葡萄树连接，而葡萄树连接着每一颗葡萄，所以葡萄与葡萄之间是通过葡萄树连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与基督徒是通过神连接在一起的。使徒行传第2章41到42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擘饼、祈祷。这里彼此交接中的交接与交通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，初代教会聚会的时候，彼此交通、领圣餐、一起祷告，这是重要的事情。今天的教会中的聚会，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于敬拜诗歌加牧师讲道的形式，却忽略了
基督徒彼此交通、祷告、纪念主，才是圣经中的教导。由于时代的变迁，今天的人们其实离神越来越远了。我们早已经没有初代教会时期那么火热，今天的基督徒需要对抗更多来自于世界的诱惑。很多教会的周日聚会形式已经大于了内容，宗教化、礼仪化的聚会中，很多人根本无法领受什么是神的同在。而我们发现教会中的小组聚会，其实从形式上来说更接近初代教会的聚会模式。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感觉，那就是从认识神或者被牧养的角度来说，小组聚会中的领受其实是更多的。所以我们要跳出一个原本的思维定式，如果你来到一间本地教会，说着你不熟悉的语言，其实也没关系。先从敬拜诗歌学起，因为诗歌中的语句是最简单的，你更容易学习。所以能够在聚会中的敬拜环节中体会到神的同在，也是不错的。虽然可能主日聚会牧师的讲道也不能够完全的领受，但可以在周间的小组中来弥补。你所到的教会规模越大，教会中可以讲中文的人也许就更多。如果教会中有这样的意向，或者教会中有会中文的同工有这样的负担，你同样可以在这间教会得到好的牧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原本的华人教会，你仅仅是周日聚会才参加，聚会后也没有彼此交通的机会，平日里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小组活动，那么这间华人教会对你生命的建造又能起到多少的作用呢？说的再直白一点，在华人教会中，除了世俗的聊天以外，如果没有神愿意跟你分享关于神的话题，那你又能学到什么呢？如果你去了一间本地教会，虽然多数人你无法交流，但是如果就有那么几个可以讲中文又愿意跟你分享神话题的人，对你来说难道不是更有益处吗？在世俗的世界中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，从小到大我们会认识很多的人，但是真正的好朋友又有几个呢？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教会再大，没有人理你，那又能怎样呢？教会再小，但是呢，能够与神同在，这才是我们的恩典。当然，如果你去了一间完全没有人讲华语的教会，你的基本沟通都是障碍的话，那么还是不适合你的。语言的确是普通人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，虽然圣经中也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，所以母语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。今天在全世界几乎只要有太阳升起的地方，就一定能找到会说华语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华人的偏僻小镇，那么求神怜悯你。正常情况下，很多时候只要你出去走一走，只要你勇敢地走出去，你会发现你所在国家的本地教会找到说华语的人几率还是相当大的。关键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渴慕寻求，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，神会为你预备
合适的教会。我们要打破脑子里对教会的概念。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并不是一栋建筑物。曾经在北美有一间教会中发生了纷争，后来教会分裂了，其中几个家庭想在一起重新创办一间教会，但是从无到有建立一间教会岂是那么容易的呢？所以他们就选择在其中的一个家庭中聚会，就像一个小组一样，他们唱诗赞美神，大家轮流分享。可是没有牧者的带领，他们也会感到迷茫，所以他们在一起横切的祷告，求神为他们开路。后来神真的为他们开路，但是呢，和他们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。他们仍然使用其中一个家庭作为聚会的地点，而周日聚会的时候，他们会选择跟随一间教会的线上直播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们的周日聚会和另一间教会的线上是同步的，而这间教会的牧者会尽可能的每年安排时间来这里和他们线下聚会。同时在周间的时候，牧师还会在线上每周和这一群人在一起有单独的一个小组分享。没有成立新的教会，他们的运营成本是非常低的，他们不需要购地建堂，不需要每个月支出房租，甚至固定的同工牧师的薪水。所以似乎很多原本是问题的问题，对于他们来说呢，就不再是问题了。虽然牧者不能经常的和他们在一起，但是起码他们每周都有在一起线上聚会的时间。他们会去参加牧师所在教会的特会，牧师也会抽时间的过来探望他们。这样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所以每个地区的条件不一样，每一群信徒的处境也不一样，但是办法总还是有的。只要你渴慕神，神就一定能够为你开路。如果你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，那么请你现在就祷告，寻求神。原来如此，我们下一期见。